中国社保的底牌正在揭开。6月9日，一份来自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，把沉默的大多数又一次推进了深渊。这份文件名义上是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，实则是在经济塌缩、社保缺口逼近破产的当下，北京伸向平民口袋的又一只黑手。是的，那个一度以为可以绕开的社保，终于开始全面围猎。无论是外卖员、滴滴司机、快递员，还是摆摊的小商贩、个体工商户，统统都被列入了应缴名单。过去是不交社保不影响赚钱，如今则变成不交社保就要被系统清退。而再往后，甚至连孩子上学、看病报销都可能需要以是否缴纳社保为前置条件。曾经他们懒得理会底层挣扎的生活，那时的自由显得格外宽容。如今财政见底，社保告急，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却成了他们最后能榨取的稻草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发布的《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》，2019至2050到2028年，中国养老金结余将首次出现赤字，缺口高达1181亿元人民币。到2035年，全国养老金有耗尽的风险。没错，80后还没开始退休，社保账户里的钱已经快要见底了。如果以为预测还只是危言耸听，那现实可能更令人心惊。2024年，中国社保基金首次出现现金流赤字。根据中国官方数据，基金收入仅增长 5.2%， 但支出却猛涨 7%。结果就是全国社保账户被穿底，这是过去整整6年都没有发生过的重大警讯。而这只是表面数据。据财新网披露，2020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 7.21万亿元，下降 13.3%， 而支出却高达 7.88万亿元，缺口超过6000亿元。为了掩盖这个黑洞，北京不得不从全国社保基金中调拨500亿元应急填坑，可这就像是拿掉水桶里的最后一瓢水，只是让溃坝稍微晚一点而已。一方面是财政黑洞越来越深，另一方面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交钱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在2024年4月的报道中指出，中国正面临严重的养老金信任危机。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年轻人选择拒缴甚至退保，他们不是愚蠢，而是太清楚了这个系统正在把他们变成最后的韭菜。6月9日那份文件里有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，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不断档。听上去多么人性化，对不对？可你真的以为是为了你好吗？不是为了社保不破产，是为了财政不穿底。看看这群灵活就业者的构成：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、短视频主播、小摊贩、自由设计师、摄影师、兼职翻译员，一个个靠双手吃饭，不受雇于单位，没有社保义务的人，现在却被强行纳入保障体系。这不是保障，是逼缴，是抢钱，是明晃晃的割活人的肉。问题不是缴不缴得起，而是这个系统不值得相信。成都29岁的外卖员刘鑫说的毫不掩饰，每月要交1400块社保，相当于2个星期的伙食费。根本不信40年后还能领到钱。那语气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说不出口的绝望。在中国，养老金分3档：公务员系统、企业职工系统、城乡居民系统。据国家人社部数据，2023年企业职工养老金月均为3300元，而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不到200元，有些农村老人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块钱。而公务员养老金是无法查到的保密数据，但有专家估算高出企业职工 40% 以上。什么意思？你交的社保被用去优先保障体制内的编制人，而作为体制外的灵活就业者，哪怕交足了15年保费，最终也只能拿个最低保底。
甚至不排除以后会延迟退休，让你继续交到60岁、65岁，甚至70岁。至于社保基金被挪用一事，早在10年前就已成风。据财新和财经杂志的公开报道，多地地方政府为了稳增长，曾用社保基金投资高铁、公路、产业园、房地产项目。2016年，有媒体统计，地方社保基金被挪用的案例多达56起，涉及金额超过1000亿元。而这些投资项目很多最终变成烂尾工程，甚至连本带息都收不回来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缴进去的那笔社保费，很可能不是为了将来的退休生活，而是被拿去填地方财政的黑洞，当做一笔可随时动用的流动资金。不缴，政府缺钱；缴了，资金也可能悄无声息地打了水漂。在这个体系里，普通人仿佛只是一台交钱机器，没有选择权，更没有决定权。而最要命的是，中国正面临全球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。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发布数据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.97亿人，占比 21.1%。到2035年，这一比例将超过 30%。而出生率却连年下降，2023年新生儿仅有902万人，是1949年来最低。什么意思？领钱的人越来越多，交钱的人越来越少。人口结构反转，社保支出激增，年轻人缴费意愿低迷，地方财政崩塌，养老金信任瓦解，这一切正在变成一个即将爆炸的连环雷。而北京唯一能想到的办法，不是改革，而是扩大征收对象，把你我这些流动的穷人也拽进来，共同填坑。于是，一场表面上关怀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革，其实是在割韭菜的大幕之下悄然进行。社保体系的核心是信任二字。当一个国家的社保系统建立在强制缴费、选择性发放、不透明管理之上，这个体系本身就早已脱离保障的初衷。根据《每日经济新闻》2023年的一篇报道，中国社保基金账面虽然仍有余额，但大多数资金是账面资金或专款专用的拨款，无法随意调用。实际可以自由使用的部分远低于统计数据中的总额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余额多被地方政府用于腾挪工程、补贴房企和基建，根本不是老百姓的养老钱。例如，据第一财经报道，截至2022年底，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 6.26 万亿元，但东北3省、内蒙古、贵州、云南等地早已开始入不敷出，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续命。这也意味着，所谓的全国统筹，其实是劫富济贫的另一种形式，把经济相对好一点的沿海省份的养老金转移给内陆经济困难地区。但沿海省份的年轻人凭什么买单？谁来保障他们将来的退休金？这个问题，当权者没有回答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超过2亿人。这个庞大的群体原本是体制外的灰色地带，不被统计，不被监管，不被保障，如今却被国家全面纳入社保覆盖体系，原因不言自明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灵活就业报告显示，灵活就业者平均月收入为3500元左右，但每月需自行缴纳养老保险约900元，医保约300元，缴费率接近工资的 35%。 对于收入不稳定、负担重的外卖员、直播员、代驾司机而言，这是一笔沉重负担。不少灵活就业者表示，交社保等于被收割2次，一方面收入被抽走，另一方面自己对未来养老几乎没有信心。根据知乎、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万条热评，我现在还不知道下个月还能不能干这个工作，你让我交40年社保。而政府的回应是，缴费越多，
将来领得越多。但谁来保证将来？连1个月后的行业政策都不稳定，一个40年后的承诺有何公信力？早在2014年，财新周刊曾披露，北京市将国企、机关单位职工养老金的空账问题成为养老金黑洞。这意味着这些养老金从未真正进入个人账户，而是以发代收滚动发放。若今天不多找一批人来接盘，整个制度随时可能崩塌。从2018年起，中国推进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，本质上是为了调动更多年轻人口承担老龄人口压力。但年轻人减少，出生率断崖式下跌，导致这个制度难以为继。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数据，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仅为902万人，死亡人口1041万人，净减少139万人。2024年这一趋势还在加速。更可怕的是，人口老龄化进入失控阶段。据民政部发布的老龄事业发展报告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24年的3亿人增加至2050年的4.8亿，占总人口的35%。这意味着几乎每2个劳动人口要养1个老人。社保系统的根基是年轻人多，老年人少，而如今根基已被彻底颠覆。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，一旦破产是不可逆的。如今，当权者打着全民参保的旗号，让已经饱受生活压力的人们承担更多的负担，目的不是为了他们的未来，而是为了延续一个早已濒临崩盘的系统。新华社曾在2022年发表社评，灵活就业者参保是国家公平正义的体现。但事实却是，参保者越来越多，缴费越来越高，能拿到的钱却越来越少。2022年，某地有市民向媒体反映，自己连续缴了15年社保，但退休后每月只达到800元，连房租都不够。这不是保障，而是消耗。而这些被消耗掉的，是整个社会最后的信任。有人说，这是一场制度级的庞氏骗局。社保基金原本是国家承诺的一种安全保障，但在中国，它却逐渐演变成一种再分配机器，拿年轻人的血汗去填制度黑洞，靠胁迫式的全民参保缓解财政危机。这是国家信用的枯竭，制度信任的崩盘。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灵活就业越来越普遍，社保系统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。而北京唯一的对策，就是从更多人手中榨取更多的钱，直到整个系统连掠夺都无法维持。那一天或许不会太远。